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皇室摇起来，我是瑶瑶。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套无史诗无传说的牌组。那这套牌组的特点就是很好收集，然后牌组都很好升级。你可以看到这边主要的牌都是稀有4张，然后普卡4张，算是平民牌组里面很好使用的一套牌。那我们就试试看它在联赛的表现吧。OK， 那我们先下一个弓箭手沉底，看一下对手怎么应对。对手似乎不管我的这个弓箭手，没关系。那我们下一个野蛮人沉底，就看一下，因为我可以2-2走，看一下对手到底要怎么。OK， 那对手放了一个圣水收集器，我等等应该会用火球把他圣水收集器炸掉。不过像现在这样子应该 OK， 看可不可以连这个飞斧屠夫一起炸到还 OK， 那这波就不亏了，这波都不亏了。然后炸完以后，因为我判断他带飞斧屠夫又带兵法。我想我的圣水收集器应该是不会被矿工给解了，我猜他没有带矿工，就是我的判断。然后我们下一个火枪手稍微坦一下这个变法的伤害，不然我塔可能会扣太多血。好，我们这一波解完以后，那看到对手又下了一个圣水收集器，那我们这波可能就要快攻他一波，再补个小亡灵，然后准备一下万箭齐发，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那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万箭齐发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可能再补个火箭，应该不需要，这波他的塔就直接掉了，因为其实旋风是解不了刚刚我是解不了小亡灵的。你可以看到我小亡灵血都还有1滴血，但那1滴血就可以造成很大的输出。那其实我为什么会直接在中间下野蛮人呢？是因为野蛮人其实是没有很好解的，尤其是对手圣水亏费的情况下，那我们直接下一个野蛮人，他是很不好解的。好，那我们这一波进攻。对手的主堡跟右塔血量差不多，不过可能会选择进攻他的主堡吧，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的巨人还可以往前走，搞不好可以打掉他的圣水收集器。那我们在后面一点点位置下一个火枪手，然后再下一个亡灵，准备去拆他的这个圣水收集器。只要把他圣水收集器打掉，我们这样就赢了。那在右边补一波野蛮人，因为我觉得他的变法啊，或是什么兵法之类，可能快要出来了。你看这波什么兵法果然出来，兵法出来以后电法又出，那我们这个野蛮人就成功把它解掉，然后拿下3星。好，那我们再来打一把吧。那这套牌其实前期有圣水收集器是还不错的，那有巨人也是一个不错，就是这2个开局算都还不错。那我们既然选择先下圣水收集器的话，我们就要专心防守，看一下对手到底会用什么来解我。那他居然有火箭，那如果对手有火箭的话，我这套牌可能会比较劣势一点，因为我这套牌就是依靠圣水收集器，然后来赚费，然后来打一波。OK， 那我们这边可能会先下一个沉底野蛮人，通常我这边可能会下巨人，不过我想这套牌就是跟一般的打法不一样。你可以看他这边下了一个骑士，那他右边是不是一定要守？但你一定要守的情况下，如果我下一个巨人，再下一个火枪手，他该怎么解呢？他似乎没有太好的解。哦，好吧，那还有一个地狱塔。那这一波的话，他解的还不错，不过我的火枪手还是在疯狂的输出，把他的骑士给什么都给解了啊，甚至连他的就是，但是这样子下来，我可能会在前面放一个弓箭手。为什么？你就说为什么要放弓箭手？其实我只是想把我的圣水收集器给刷出来，但似乎被对手抓到一个 timing， 就是说趁现在赶快下一个什么。下了一个 X 年路，那其实 X 年路我现在是解不了的。我这时候如果再补一个野蛮人，其实我觉得也有点亏。那我决定，好吧，那我先把之间塔给放掉。那我放了一个圣水收集器，我希望可以靠这个圣水收集器，在他火箭还没下来之前多赚一点费用，甚至说他直接就不下火箭了。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比较好打一点。那我们这沉底一个巨人，但是这一场有点难打的地方在于对手有地狱塔，然后又有火箭。所以我的巨人很可能没办法造成太大的输出。OK， 我们这边放一个，那我可能会在前面补一个野蛮人。为什么会在前面补野蛮人？就是要让野蛮人去坦住这个地狱塔的伤害，结果还是被他用古墓给推开，那这个没办法。那这个地狱塔果然我还是过不了。啊，我们可能再放一个弓箭手在这里，然后再补一只巨人，就看可不可以这巨人帮掩护我们的弓箭手跟火枪手。然后再放一个，但他的对手的第2张地狱塔又出来了，可以看到这一套牌对上地狱塔，然后后面又有电法在牵制我真的解不了了。OK， 那我们放一个野蛮人，
那这套牌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呆板一点，没办法做太好的应变。但这套牌主要就是靠着圣水优势去碾压对手。可惜因为对手有地狱塔，就很难解。而且有时候我可能把野蛮人放在前面，你看看这边有一个地狱塔，野蛮人放在前面，但是他又用滚木把我野蛮人往后推，那巨人又走在前面，所以这套牌可能算是比较难打的地方就在这里。那我们等等试试看这套牌在天梯的表现如何吧。好，那我们让这边直接下一个野蛮人抓准他要用矿工攻击我的圣水收集器的时间点，然后下了一波野蛮人来抓他。虽然说有抓到他，但是对手也知道我好像会下东西来防守，然后就直接一波补了一个火球把我给解掉。那我们这边再下一个火球来解这一波，那我们这个火球也是蛮赚的。但而且看到这波火球不但炸到野蛮人，又炸到他的小亡灵啊！这一波可以对他塔造成大概可以把他塔打成一半。那等等我可能会再放一个收集器，可是想到他又有矿工，这收集器不一定要下了。OK， 但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也许我可以卖一点塔的血量，然后去盖这间圣水收集器。你可以看到后面那只弓箭手我就不管了，矿工跟弓箭手我就不管了。然后你看他用火球把它炸掉，那也没关系，我至少还赚了一点费用。那等等我们就必须再进攻一波。好，我们弓箭手下到后面一点，然后巨人，然后再放一个小亡灵。但这一波我火球的费用有点不够，好像进攻的不太好。这一波好像进攻的不太好。这个巨人的位置似乎下的太前面了一点，可能可以看到从这边看到，就是你知道对手有野蛮人的时候，这个巨人是很被 counter 的。好，那这一波。好，那我们这一波就把圣水收集器改下在右下角了，因为刚刚下在中间，他都直接连我的塔一起炸，而且他现在没有矿工了。那我们下右下角的话，就是让他炸，然后还可以赚点费用。好，我们直接下一个弓箭手。那加倍时间情况下，我的巨人其实他就没办法再用野蛮人防守了，因为这时候火球已经抓出来了。他想要用野蛮人的话，我就会下火球。OK， 果然他野蛮人一出来，我直接下火球，把他这波巨人给解掉。对，把他的野蛮人给解掉，然后等等这波他塔掉了以后，我会直接在中间放一个野蛮人，然后再下个火枪手稍微掩护一下，然后看一下这波到底该怎么他对手怎么解。OK， 他下了一个亡灵军小亡灵，那我们放一个万箭齐发把它解掉。那这边可能下个弓箭手，稍微下弓箭手就好，可能不要下太多了，因为这个皇家巨人我可能他还是把塔拆掉，我们就不要管他了，就稍微下一点点就好。好，那中间下一个巨人加小亡灵，准备火球。把这波野蛮人给炸死，结果这个火球好像就是上面一点可以炸更好，不过没关系，这样就够了，直接把他塔给拿掉。那可以看到这一套牌就是前面可能圣水会有不够，对手野蛮人的情况是很难进攻的，或是有地狱塔，但野蛮人还比较好解一点。那我们这场就赢了。我可能要想一下，因为天狗的话，我剩下的这些远程的生物都是会先锁定天狗，然后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掩护我的巨人的哦。不过我这边还有一个万箭齐发还行。然后这一波居然用矿工来解我的，对手想要用矿工来解我的弓箭手，那我们赶快再下一个小亡灵，把这只矿工给解掉。那解掉以后，他这边好多小生物，然后我们这波就先卖一点血，因为虽然可能会打到我塔，但应该不会打到太多。我们再赶快放一个圣水收集器，而且对手的矿工也放出来了，那他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攻击我的圣水收集器的。那唯一可能可以攻击我圣水收集器的，就是他的大伞之类的。那这边可以看到他已经一波进攻我的左路，那我们这边直接跟他换路，下了一个弓箭手在后面，然后再补一个火枪手，这就是掩护我的巨人。那这边可能要抓一个万箭齐发，赶快把他这个小亡灵给解了，但似乎有点慢了。那我原本想说我火枪手可以掩护我的巨人进攻了，不过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其实右边那路已经对他造成不少的伤害了。但是这波小骷髅我可能就没办法防守了。如果不防守的话，其实有一对塔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算是有一点亏了这一波。不过没关系，我们等等直接巨人打他的左路。为什么要打左路？因为我觉得他右路已经有点到斩杀线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进攻一波。OK， 那在后面补一个火枪手。那这边女武神，这次女武神就没办法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了。
就没办法对我火枪手造成太大的伤害。等等他的小亡灵一出，我就下万箭齐发，看他有没有下小亡灵。啊，不下的话，我们这边补一个野蛮人掩护一下我的火枪手进攻。那这边他的小亡灵出来了，但我直接用一个万箭把它解了。那这边他虽然下了一个扩尔军团，但是我是有4只野蛮人在掩护的，在防守，在掩护我的火枪手的，所以我火枪手也没有死。那这边我再下一个巨人加小亡灵，然后放一个火枪手。那对手为什么不下天狗？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不敢下了。他觉得下天狗可能会被我抓到一个时机点，然后一口气就把他给打爆，所以他不敢下天狗。那我们这边下一个野蛮人加上 ，OK， 直接被火球解掉。不过呢，这里我直接中置一个巨人，那巨人坦做2座塔的伤害。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虽然说他有什么小骷髅啊，但我不管，我们就直接把它给解了。那在剩下几秒钟的时间点，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把我的右塔给拿下的，除非他再放一个法术。哦，他有一个火球，好吧？那你可以看到他火球下，那等等我的野蛮人，他可能会不太好解。我们直接把野蛮人下出来，然后在后面一点点位置放一个弓箭手，那等等马上再补上一个巨人。但这边可能要抓准时间下一个万箭齐发。那因为他可能也会下一个扩尔军团，最好是个万箭齐发跟他扩尔军团是同时下，那我们这场就获胜了。就是抓准那个他一定要下的时间点，那我们这时候再下万箭，把他除了扩尔军团以外，还有他的小亡灵都给解掉了。那我们在天梯上，就是这套牌其实是不错的。那在联赛上可能没有到那么厉害，不过因为它是平民卡组，所以大家爬分可以用这套牌，还蛮适合。那谢谢大家收看，这就是对决的规则。